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比特币期权以及它跟现货合约的区别。当然，我们要学习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已经对币圈有一定的了解了，因为可能对于刚进币圈的小伙伴们来说，有时候会经常听到这一类的期权，感觉到是一头雾水，想更深层次去了解学习。那我们要去亲自学习实操这些交易知识，我们首先肯定得需要有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账号。那还有小伙伴们没有交易所的账号，可以点开强哥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的简介更多按钮，那第一个就可以看到是币安交易所的一个下载链接啊，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点进去下载注册认证身份认证，那就拥有了我们一个自己的交易所账号。使用强哥的币安交易所下载链接并填入邀请码 TBNL8Q68，你会享受币安交易所永久的一个20%交易返佣手续费，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你想一下，我们交易一次20%，交易10次，交易50次，对不对？是不是为我们省下很大一笔开支？如果你不填写这个邀请码，那我们是没有20%的减免手续费。所以重要的事情说3遍哦，我们一定要记得填入这个邀请码 TBNL8Q68，我会帮这个邀请码放在视频的左上方，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暂停视频，点击进去，按照强哥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如果还有不会下载、注册、安装币安交易所的，可以来看强哥这一期视频，最新2025年币安的一个新手教程哦，它所有的流程在里面都有，下载、注册、入金、出金、KYC 认证哦，都是有的。我相信小伙伴们一看就会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了解及学习一下比特币的期权。可能很多小伙伴们说，这个期权看起来好复杂，很难玩，很难了解，我们都看不懂，是吧？我相信有一部分刚进币圈的小伙伴们是有这样的情况啊，特别是对才入门几天的小伙伴们来说，那是更难了，对吧？其实期权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啊，相信你看了本期视频的话，你就会对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解及看法。首先，比特币的期权呢，用我的话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有周期限制的现货。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期权它的本质上也是现货。现货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们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哈，我们能够立即买到手上的一些货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对吧？现货它是可以长期持有，无周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就好比你手上有100块钱，对不对？只要你不去动它，封存在那里，它永远都是你的，它就是没有一个周期来限制你。只要你不去用它，你可以持续有10天、1年、5年，或者说20年都是可以的。但是期权呢，它是有周期限制的。一般在交易所的期权当中啊，比如说欧式期权这样的，常见的就是1天、2天、3天、7天、5天、30天这样的期权啊。所以说呢，现货跟期权它们两个相对比，单纯的就是一个是有周期限制，一个是无周期限制。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样解释过后，我相信小伙伴们应该都明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也就是说，一个比特币的期权，它是同等于一个比特币的现货。记住啊，它们之间是1:1的一个相等的。也就是说，我买一份期权，跟你买一个比特币现货的价值，它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你这个现货是无周期限制，我这个期权是有周期限制的，这就是它们两者之间的一个特点哈。那我们了解了期权跟现货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现货、合约还有期权，它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啊。这里举个例说，比如说现在按市场价，按3万美元现金购买一个比特币，重点注意的是什么？现货是没有爆仓的风险，它只买涨不能买跌。那么合约的话，我们要开一个比特币，如果现在我们默认的杠杆倍数是10倍的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多少？$3000乘以10才可以买到一个比特币。那他们这两种的模式价值才能是相同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现货是无爆仓风险，合约杠杆它是有爆仓的一个风险，它上涨10%，你是翻倍的。那如果是下跌10%呢？理论上是10%啊，有可能8%或者7%，你就已经爆仓掉了，对不对？所以说合约它是有风险的。那么期权呢，我们也开一个比特币的现货，但是呢，它只要$100看涨，也就是做多。注意哈，这里是$100，现在是按3万的一个行权价，24小时的一个期权报价是$100。什么是行权价？小伙伴们可以去问一下 ChatGPT 啊，它会给我们很好的答案。当然有时候可能也会有点变动啊，涨幅度也不会太大，上下几个点或者10个点不得了了啊。但是期权呢，它是没有爆仓风险的，它也是一个无爆仓的，明白没有？所以说这三者对比下来，你会发现哪一个最有优势？是现货还是合约还是期权？小伙伴们想一下啊，对吧？你看我们买一个现货需要成本$3万，也就是说你身上要有$3万才能买一个比特币的现货，对不对？合约的话，你要在默认10倍杠杆，至少要有$3000的一个本金才能开出一个比特币。但是呢，它是有爆仓的风险，如果下跌10%，那你的账户上就是归零了。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没有$3万，也没有$3000，我也想买一个比特币，我手上只有$200，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用$100买一张期权，一个比特币是3万，我们买一张期权的话，只要多少？只要$100。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等同于一个比特币的现货，也就相当于它的价值也是值3万。当然，这里我们需要重点注意啊，这个$100是24小时之内的一个期权才是$100，它这个时间越长，报价可能就越高。比如说它48小时，有可能报价$300，72个小时的话，可能报价$500。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时候的$100仅限于24小时之内的期权，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来清楚一下啊。所以这个时候道理就很简单了啊。你用$3万买一个现货，我用$100买了一张期权，也是同等于一个现货。也就是说，一个比特币等于3万的一个现货，我一份期权等于$100。如果说比特币涨的话，你赚多少，我同样的也是赚多少，他们的收益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跌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3万买的一个比特币现货，某个时间点或者半夜突然砸盘下降2000点，那你这现货是不是就直接亏掉2000，还剩$28000了？那合约的话，是不是直接就可能爆仓爆掉了？这时候的账户上就归零了，1分钱可能都没有了。但是我的期权的话，我不管你怎么跌，你就算当天归零，我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最大的风险也就只亏
$100，对不对？那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期权的话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收银它是可以无上限的，只要是在周期之内的上涨，当然这个也需要看行情啊，是需要通过小伙伴们自行去学习，有80%-90%的把握，在这个24小时内它是属于上涨阶段的。期权最好是在有波动的时候执行，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有闲钱能力范围内来执行，这样说大家应该都懂了啊。因为不管怎么样，这里最大的风险它就是亏我们这个$100。我相信谁的运气不会差到行情归零的时候啊，至少到目前还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它的特性就是收银无上限，风险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它就可以做对冲合约，或者说对冲现货，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讲啊。那接下来我们算一下这个期权的收银。期权收银是怎么算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加减法啊。当然了，我们先来说一个基本概念啊，因为一般期权的话有很多交易所都有，它也是分情况的。有的呢它是实物交割，有的呢是现金交割，但这个东西它都并不重要，不管它是什么交割，你的收银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实物交割到期之后，它的结算赚到的钱，它给你的比特币就是等价值的比特币。比如说一个比特币是100，它就会给你$100，就是等值的一个比特币。那比如说你赚了200，它就给你200。那你是现金交割的话，直接给你 USDT 或者 USD 的一个美金，$200，你赚到了就会给你$200，它就直接给你。这个都会变通的啊，100 USDT， 因为1 USDT 就等于1 U 啊，跟美金1:1的一个对比关系，它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不重要，赚的收银价值是不变的，不管是给你的是现货还是给美金，只是给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这一点小伙伴们都能够理解哈。那另外一个点呢，到期日就实质的行权，如果到期日是虚值的话，那就是作废。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更简单了啊。我们继续往下面看，比如说咱们这里以3万买的一个看涨期权，注意啊，这里是看涨期权。比如说今天下午的单，明天下午6点钟到期，如果说它是大于这个3万的话，比如说涨到3万2，那么这一段的距离就属于市值，对不对？也就是一个实际上涨的价值，也就是从3万涨到3万2。所以说呢，这张期权的收益它就是32000减去3万，是不是等于2000？那我们的收益是多少？就是$2000，对不对？就是简单的一个加减算法啊，只要小伙伴们会识字会加减法，我相信都能看明白哈。它跟我们的现货收银是一模一样的方式，对不对？如果你的现货是3万买入的，那涨到3万2也是赚$2000，对不对？我买一份期权$100买的，它涨到3万2，当然这个是在24小时行权价格内才是有效的哦，那也是赚$2000。所以说期权跟现货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的，只是单纯的分一个是没有周期限制，一个是有周期限制的，这就是市值收银计算的方法啊。那接下来虚值呢？虚的本意是什么？就是作废，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明天下午6点钟，价格并没有在这个3万之上，它没有超过你买入的3万这个价格，这里它就是没有钱赚的，那么就是作废了。你的期权$100买入的就亏掉了，这个道理明白了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昨天3万的一个行情价，在24小时内的一个行权价报的$100买入的，等于一个比特币的现货值3万，但是到了今天6点钟到期过后，
它没有上涨超过你这个3万，不管是30500也好31000也好，没有上涨，它在这个原地不动或者下跌，那么我们投入的$100成本就直接被亏掉了。这很简单很好理解的啊，因为你在3万开的那个价格是在那个行权价格开的期权，所以说第二天6点到期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大于这个3万，你才是有钱赚的。等于或者说低于这个3万，那你的$100就没有了啊，就亏了，懂了吧？这个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我们看跌期权呢，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在3万开的看跌期权，对不对？明天下午也是6点钟吧，低于3万达到28000，我就有钱赚。那反之，等于或者大于3万，那我就会亏掉什么100期权的美金。比如说明天下午6点，我的3万跌到28000，那么直接加减3万减28000等于多少？等于2000。那这就是你所赚的，它的收益跟现货计算是一样的啊，单纯的一个加减法而已。所以说看到这里是不是会觉得期权很简单了？它其实就是一个现货，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单纯的分时间而已。现货是没有周期时间的，而期权它是有周期限制的，你可以买1天的，也可以买2天的，可以买3天的、7天的，这就看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了，跟投资策略了。那接下来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由于这个期权的特性，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期权来什么对冲风险。那对冲风险它有期权跟合约对冲，也有期权跟现货对冲。我们先来看这个期权跟合约对冲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合约做多呢，期权就是看跌都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合约做空，期权呢就要看涨，反方向就 OK 了。怎么做呢？我们刚才讲了啊，假如说你用$3000开了10倍一个杠杆，合约做多，对不对？实际上就等于一个比特币，对不对？那我用$100买一份期权看跌，它是不是也是等于一个比特币？所以说$3000开10倍杠杆，合约做多，我也可以开一张看跌的期权，它们本质是什么？相等的，1:1的关系。那在这个比例之下，它就已经实现了风险对冲。如果涨，合约它是可以直接赚钱的，因为你的期权成本只有$100，随便涨一点几个点都行，它已经收回这个成本了，对不对？但如果说下跌的话，不管你是跌多少，期权收益都是可以覆盖你刚好对等的你这个合约亏的，明白了没有？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比特币，都是开的一个比特币，它是1对1的一个相等的，所以说这种东西的话，开这种对冲，它就是起个保险作用。也就是说第二天如果跌10%，那就是跌$3000嘛，那么你的合约这一单是不是就爆仓掉了？因为你是$3000被杠杆跌10%，就直接爆掉了嘛，那就是亏掉了$3000嘛。但是你有一张看跌的一个期权啊，你跌$3000，那么就变成了看跌的期权赚回了$3000，明白了没有？所以实际上你的账户是没有亏损的，它就是一个对冲风险，起到了保护作用。当然了，这是一个入门级别的对冲哈。如果当你在进阶的时候呢，比如说到了高级的时候，你可以调整这个数据啊。怎么调整呢？我们清理一下啊。比如说$3000开的10倍杠杆做多，那就是等于一个比特币，对不对？我理论上开一个比特币的期权看跌，因为它这个是1:1的啊，所以它也就是同等于一个比特币。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已经对冲风险了。但是呢，我可以调整这个数据啊，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开2份，对不对？这样的话，2个$100
我的成本就变成了$200，对不对？无所谓嘛，我就给他，对不对？我开2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合约3000爆仓，亏掉了$3000，爆仓你就亏掉了$3000嘛。但是这边呢，你有2个看跌期权，注意啊，是2个比特币，所以那就等于2乘以3000，是不是等于6000收银了？对不对？合约爆掉我们这个3000，我们是不是6000减3000，还剩下3000的一个收银？那除去一些交易的手续费啊、滑点啊，我大概可能还有2500的一个空间，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数据的话是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己经验去调整的，知道了吧？当然，有的小伙伴们会有个疑问啊，这个对冲的风险在哪里？这里重点就注意了啊，风险在横盘。比如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对不对？我们3万开的一个比特币，对不对？我们期货它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24小时之内，对不对？也就是说，到了明天6点的时候，它这个3万还是一动不动。合约的话，它是会不赚不亏，但是期权的话，它是不能横盘的，因为横盘它就损失权利金嘛。所以说呢，期权的风险最大的就是$100的本金。所以强哥一直也在强调啊，做任何投资必须要在自己承受能力范围内，不能去贷款、抵押、借钱来进行投资，必须在自己有多余的闲钱才能学习研究，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心理层面上的一个抗压损失本金能力，才来进行投资。所以在此强哥再强调一次啊，本视频内容呢也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如是有风险，我们投资还是需要谨慎。我们是成年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们如果手头上有多的闲钱，对吧？对币圈投资也特别感兴趣，可以来学习一下，也可以能承受投资进来的这一小部分的资金作为一个损失预算，那是可以的。所以这一点强哥一直在每个视频基本上都会强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期权$100在横盘的时候就亏掉了，但是呢，它相对于我们做合约3000的一个本金爆仓亏掉，是不是小了很多？对3000来说，基本上是微乎其微了啊。但如果说和一方相对的话，直接涨的话，那就直接赚钱了，对吧？稍微涨几个点，就已经赚回来这个期权的一个成本价了。所以说这东西的话，说的夸张一点点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也就是强哥再三强调的，是在自己有多余的闲钱，能够承受亏损的一个准备下做这个投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你亏掉了，对这$100对你都是自己的小金库里面微不足道的一小分子，可能你的小金库可以分成100份，对吧？它就只占你的一个1%的一个损失，对于你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伤害作用，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合理的投资，对不对？好了，这就是一个期权跟合约的一个对冲，应该很好了解啊，特别简单，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关系是什么？永远不变的1:1，这个是跑不了的，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期权跟现货的对冲啊，我们清理一下，那这就更简单了啊。大家都知道，因为现货它本身就是1，期权的话它也是1，那就是直接是1:1，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原理。那就是说我买入一个比特币的现货，跟我们直接开一张期权是同等的，对不对？它们本质上已经对冲掉了。那比如说我3万开的一个现货比特币，对不对？如果说涨到32000，那我现货是不是直接32000减3000，直接赚了$2000，对不对？但是我们又开了一张期货，对不对？它的本金只要100，但是它的跟现货
价值是相等的，也是3万。所以这里我们2000利润减掉我们的100美元本金，我们还有1900，这个就是非常简单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加减法。那如果说是跌了呢，比如说我们这个3万跌到2万8，对不对？那我们的现货的话直接就是什么，亏了2000美金嘛，因为我们现货是3万买的，现在跌到2万8，3万减2万8就等于2000，我们就直接亏掉了2000。但是我们有一张看跌的期权啊，这里因为他们是1:1，你比特币跌多少美金，我的期权它就赚多少美金，所以说我们这边期权它是赚2000美金的，风险就抵掉了。你一边亏2000，一边赚2000，它就抵消掉了。不过呢，这你会损失一点点权利金而已啊。但是如果你提前平仓掉的话，可能就没有损失啊，亏一点划点什么的，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啊，因为它已经本质上已经对冲掉了你这个账户上的一个风险。这个东西的话，它就适合做那些大资金去做对冲了。比如说开的比较多的，举个例啊，比如说一下暴跌，对不对？本来是3万的一个成本，它猛一天一下暴跌到1万5，我直接买个10个比特币，对不对？那我就直接开10张看跌的期权。如果说它直接反弹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是不是赚钱了？因为涨幅度只要大于100美金，收回去的成本就行了嘛，我就能赚到钱，对不对？比特币一般大跌过后的一个反弹，它肯定是不止100美金的，对不对？但如果说继续下面跌的话，你跌多少我都无所谓，因为它本质上期权跟现货已经对冲掉风险了。当然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啊，可以根据你的经验随时可以进行数据调整。比如说你开10个比特币的活跃去抄底，对不对？同时呢，你可以开15个期权，对不对？为什么这么操作呢？当你了解学习过后，你是可以赚两边的钱的，不管你是上涨也好还是下跌也好，都是可以赚到的。比如我们开了10个比特币，对不对？同时开了15个期权，我们一个比特币上涨500美金，那就是10乘以500，是不是等于5000？那我们开了15份期权，我们一份期权是100，那就是本金就是要多少？1500嘛，对不对？我们5000减掉1500，是不是有3500美元美金的一个利润？这是上涨的一个赚的，对不对？那我们下跌呢？一个比特币上涨500美金，我们10个比特币，那我们是不是10乘以500就是5000？这5000在下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亏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一份期权，买了15张，15乘500，是不是7500？因为我们期权看跌，那就是赚7500。我们现货下跌，我们就是亏5000。期权看跌就是赚7500美金，对不对？那么7500减5000还剩2500的利润，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只是门面上的一个利润啊，我们还得干什么？还得减去我们的期权成本，对不对？15张乘以100的本金1500的，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剩1000美金的一个利润？所以有了这个先后跟期权开了对冲套利策略之后呢，不管是涨也好还是跌也好，都是能赚到钱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在这个市场当中啊，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是可以实现套利的。那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就是永远是在一个横盘，对不对？它永远在3万这个状态，今天也是3万，明天也是3万，后天还是3万，大后天还是3万。
那这种横盘震荡的行情呢，那肯定就是不适合开对冲的这个要记牢横盘状态下我们是不能开对冲的，一定是在那种行情有波动的时候去开的时候呢就很舒服，因为它不管是涨还是跌，基本都是能赚钱的我要的只是一个行情波动，它不像我们玩活跃，很多韭菜呢玩活跃，整天要么就是什么去看广场看推特看 B 站看哪个博主交易策略好究竟是做多好还是做空好。其实当你在只做一个方向的时候呢，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在赌，说好一点的那就是比较自信，说不好听的呢，在赌场有一句话叫什么10赌9输，对不对？因为市场这个东西的话跟你的分析没有太大关系就算它后面是涨了也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已经什么爆仓归零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去学一些专业知识的东西，肯定是会令你有新的了解的。没有学这个东西的话，你就觉得活跃只能做多，要么做空，纯韭菜赌博的行为，对不对？但实际上的话，了解这些金融工具之后，你就觉得市场可玩性的非常大，什么样的行情，用什么样的工具都能赚钱。它不是说单纯的像活跃只能开多，后面就开空，那种赌其实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行比如说你的技术特别厉害了，那你的仓位风控也做得特别到位，技术什么 K 线图 MACD 等等都掌握得非常好了，这些都具备得非常好。其实你就算做一个方向或者一个项目那就行了，对冲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因为这样我相信只要你有能力了，不管在哪个圈子，不管在哪个股市，或者在 B 圈，或者在期货，更大一点的说黄金外汇之类这些市场当中，你的技术达到了第一，风控达到了第一，心态达到了第一，当然这几种都是 number one， 基本还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即便是有，他也是千万分之一，对不对？其中有一个都非常不错了，不得了了。所以说呢，大多数的韭菜都是没有水平的既没有技术，也没有风控的能力，心态也是一团糟糕。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网上或者百度上面去看一下，搜一下百国谷歌之类的，学了一点点相关技术的皮毛，比如说 KDJ MACD 等等一些基本的理论，都还没有进行一个实操，给自己定一套合适自己的策略，就把那个叫技术了。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别人的，知道吧？说白了就是那种很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就像强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你不去深层的了解，再深层的学习巩固，我不信就这么今天了解一下你就会了，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因为真正的深层次的你没有了解过，对不对？就去学点比如说 MACD 最简单的东西，你在看到金叉，对不对？那是不是要买入了？死叉的话是不是就要卖出了，对不对？他们讲的都是那种很片面的。金叉它是要分很多种情况的，是零上的金叉还是零下的金叉，对不对？对不对？还要看情况是否具备顶背离，对不对？如果说在零上的话就金叉了，你如果就看到百度上面的话，你就直接买点了。但实际上的话，零上金叉它是要看情况是不是顶背离的。如果顶背离的话，你一买有可能就会直接砸盘掉，一开就跌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经过这样失败过后，你就觉得这个技术 MACD 是没有用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技术没有用，是你没有分清这中间里面的一个细节，这个情况是很重要的。那死叉也是一样的，死叉的话大家第一直觉就是卖出，对不对？做空嘛。死叉的话你也要分情况的，零上还是零下，所以说你还是要注意是不是底背离，对不对？你一做空
就直接底背离，那嘣嘣嘣，它就爆拉上去，你就会完美的爆仓。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哈，不管是学什么知识，一定是要全套的学会学精，而且先小资金进行实操演练，累积经验，至少要掌握到90%，拿出自己的闲钱，控制好仓位，才安全进入。不是说你学了一点就一定是有用的，立马全仓入场，基本这样操作都是韭菜背锅的啊，最后就会落幕出场，离开这个币圈行业。只要你深层去学习了这些东西，币圈还是很好玩的，会给自己的小金库一天一天的慢慢增加的鼓鼓的。这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操作了，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挑战学习一件新生事物。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强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收看，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